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是你们在哪一方面即将要有突破、显著性的突破跟进展，以及你们将要显化什么样的人事物来到你们的生命中。好，首先呢，我们来对应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能量哦。第一张牌，释放你的障碍。好，上弦月在天蝎座。新月在金牛座，知道你的价值。满月在天蝎座，两张天蝎座的牌，透过呼吸平息紧张。哦，你们天蝎座、金牛座的能量有重，所以分别是固定星座金牛跟天蝎，然后土跟水的一个元素哦。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感觉上哦，你们有的时候会非常的有自信，但是可能碰到你们的某一个弱点，不管它是以感情或是人际，或是某一个就是你最脆弱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容易变得患得患失，很敏感。然后呢，本来很有自信的样子，就会变得很去钻牛角尖，变得很不像原本的你。好，这组的朋友，有些人如果说，你们的年纪啊，已经有一些经历了的话，我会看见，比如说你们可能已经毕业了，好，出来工作了，然后也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话，有些朋友我看到在这一张牌对应到的能量会是，你们好像去明白一件事情哦，就是曾经啊，你爱的死去活来的一个人，就是你曾经很执着的一个人，一件事情，渐渐的随着时间过去，你最后好像会发现，原来感情也就那么一回事。好，原来失业，原来就是工作不顺，也就是这么的一回事。你过去跨不过的那个坎，我觉得随着时间，或者说随着你们思想的这个转变，那一些曾经令你撕心裂肺的场景，我觉得你们慢慢的已经可以去突破了。而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你的以前，很多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很执着一个人，或很执着一件事情，很可能是当时你的阅历不够，或是说你想的没有那么广。有些朋友你过去可能真的是被某一个人卡住了，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好。以前你觉得说他是你的太阳，他是你的全世界，可是等到你好再有一些经历，或者说再过个几年回过头来去看，你可能发现以前以为的是太阳，现在看起来好像就只是一颗小灯泡，小小的，也不是很亮，就是好像当时因为你的爱把那一个人放得非常非常的大。那另外啊，有些朋友感觉上你们在原生家庭，特别是童年的时候，有经历过一些恐惧，有经过一些无助，可能是家庭中有一些争吵的情况发生，让你们睡眠不是很好，可能是因为恐惧，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然后有一些情节跟父母之间的情节，你一直没有办法去释怀。那这一部分我感觉到现在有些朋友已经随着时间的转变，或者是说已经随着有些朋友也许你自己也成为了爸爸妈妈，有些朋友这个东西啊真的慢慢的我看到它逐渐的在化解了，就是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已经不会影响到你，你们还是努力的在往自己的道路上走，变得更好，更优秀。好，知道你的价值哦。有些朋友你们的讯息是这样，就是你觉得说你也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然后帮助人的好事你也有去做，你没有害人，但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会遭遇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譬如说职场上的一个这种内耗，或是一个斗争，让你做得很不开心，或者说你身边就是有一些负能量的人，让你觉得说好像很受到影响。但是这一张牌其实想要告诉大家，
有些时候那些不合时宜的遗憾终究会离开，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喜欢你的人，但也会有伤害你的人，你可以就去喜欢你的人那里，然后去远离伤害你的人。其实看清楚世界就是这样，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喜欢你。伤害你的人，他们很可能会反复的伤害你，所以你不需要浪费时间跟他们纠结，去跟他报复，或者是说原谅他们，也不要去怨恨他们，就是离开了往前走。不要因为曾经他对你说的话，或者是说对你的一些伤害而感到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其实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越来越去看见你自己的价值，知道你是值得被爱的，知道你是值得被善待的。有些情境真的很不合理，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待在那个环境，并不是说你要待在这个环境你才能够继续生活。有的时候跳脱出来，其实你也会有新的走向、新的想法跟新的方向。那如果你当下是没有办法立刻走的，因为可能你当前选择留下，可能是因为好这个环境对你来说留下，就现在来说是对你稍微更加有利的，可能你需要这份工作，然后你才可以得到一个身份，或者说你需要这份工作给你带来的金钱等等的，但是你们会有点像是更加的明白说，你今天留在这里，你今天忍耐是为了什么？你们并不是说漫无目的的忍耐，而是你知道你用什么东西去换你想要的、更想要的一个未来。所以这组的朋友，我看见的是你们的人生啊，有点像是倒吃甘蔗，可能一开始比较苦，一开始比较不甜，但是吃着吃着就会慢慢的吃出甜味。好，透过呼吸平息紧张跟排毒哦。当你们经历了一些不堪回首的过往，或是说心中的一种灵魂的暗夜之后呢，你们真的是在一个疗愈的跟复原的道路上走。比起轰轰烈烈，或者说比起去竞争、去斗争，我觉得此刻的你们对应到的能量是你更想要一个稳定，更想要一个安稳，你更想要一个心情可以平静下来的感觉。比起那种轰轰烈烈的恋爱啊，那种上上下下好像坐云霄飞车的那种心情，你更想要的是这个人待在你身边，你会觉得很安心、很安稳，每一天早上醒来都会觉得很放心的这样子的能量。那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自愈跟自处的方法。当你自己足够强大、足够坚定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身边的很多的人事物都没有能够去影响你。不论你们现在是单身或是有另外一半我们都不会去羡慕别人。有的时候单身的人很想要进入到婚姻的这个围墙，可是在婚姻的这个围墙中的人又很想要跳脱出去，很想要呼吸自由自在的空气。可是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接下来会忠于你的选择，安于你的选择。有的时候对于人生、对于生活，你们越来越去放下别人的看法，你们会满足的、知足的活着。就是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一定是越多越好，或者说一定要去竞争到那个第一名。很多时候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更多的是你想要去过一个你想要的人生。你觉得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单单只是为了说我要赚钱，我要生存，我要负担很多的压力，我要证明自己，我要取悦别人，我要表现的怎么样怎么样。更简单的是你想要去生活，你想要去体验，而不是一直把自己处于一个很忙碌的状态。对你们来说，我觉得你们渐渐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够了，到此为止，适可而止，没有说一定要追求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到一个程度就够了，足够好的工作，然后足够喜欢的一个关系，这样子就好了。你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挤那个窄门，或者是说你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去爬到金字塔最
顶端最尖的那个点，我觉得很多朋友，你知道在往上爬的过程中，你也会放弃很多，你也会失去很多，甚至可能到了上面，你会觉得高处不胜寒。你们也许更想要的是一个平凡简单的生活，张开眼睛就可以在你身边看见你喜爱的人，跟他一起过着这种小确幸、踏实的日子。所以呢，这个排毒很可能是在你们人际关系上的一个排毒断舍离，或者是说在思想观念上的一个排毒，这些能量都是你们已经现在在进行的。可能你们过去比较沉迷于这个世俗上的一些计算排名跟利益，或者是说你们可能在一个过度刺激的环境下，但是接下来我觉得你们会去寻找，会去可能有一段时间真的会去休息，去想一想你未来真心所想要的实现的那个目标是什么，你的心正在呼唤着你去做什么，并且你们会身体力行的去回应你心中的那个呼唤。好，这个是我们第一组朋友对应到的能量。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帮大家看一下，好，什么样子巨大的好运要显化在你们的生命中。好，来看一下你们的第一张塔罗牌，它是权杖的皇后，权杖的女王哦，牡羊座的能量哦。权杖皇后这张牌非常非常的厉害，权杖皇后可以说是一个花蝴蝶，社交能力很强，还带着一种活泼火辣的气质，同时啊，它是一出场就会惊艳四座，惊艳大家的目光，它能够他讲的话都是能够去鼓舞人心、感染人的。同时，权杖皇后的这个能量也是非常，我觉得爽朗、直率，做自己，很坚强。他有自我的想法、自我的主张，但是他也不会用一个很强硬、强势的方式去控制别人。好，这个是你们接下来主要的一个能量。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哇，你们的魅力会大幅的提升哦。你们很可能在未来的3到6个月内，身边呢会有很多的单身的朋友，你们会有很多吸引到很多桃花的能量。那如果已经在一段关系中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呢会有一种散发出你自己的魅力，身边会有一群朋友围绕着你，听你讲话，或者是说网络上会有一些人就是去追随你，喜欢去看你的社群媒体啊，你会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你们的桃花运势真的很旺。还有我看到的是，很可能这组的朋友，你们现在就过去一段时间你就有在去运动、健身、训练你自己的身体，或者说你们可能有在留意化妆打扮、穿衣啊，然后饮食怎么样吃的更加的营养，在你们的皮肤、在你的身体、在你的各方面外在，我觉得都是好，非常容光焕发，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好像让人家目不转睛的能量，从你整个人一出场就非常有气势，别人都忍不住要多看你几眼。很可能你再去参加什么活动啊，去什么联谊啊，你就会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而且你们有一点那种不拘束的感觉，就是好，你们喜欢我、欣赏我，我就去大方的享受这些喜欢跟欣赏，但我也没有过度的要去沉迷，说要跟谁，然后去坠入一段感情。很可能你们会有来到一个时期是选择很多，不知道怎么选择。那如果是已经非单身的朋友的话，我觉得这个能量可以对应到，也许是你们的工作上会有人跟你递出感染值，或者是说在你的那个兴趣圈中，你会成为某一个这种别人去仰慕的一个对象。好。那另外我这张牌它也是一个牡羊座的牌，代表说是一张行动力很强的牌就是如果你们心中有什么样子的计划想要去做，接下来的3到6个月内，你们也会行动力去十足的把它完成。比如说，如果你想要去减肥的话，好，就会很
你定下说我要减几公斤，这个目标可以达成，或者是说如果你计划说你的业绩想要冲到多少，这个也可以达成。关于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些行动，你想要达成的事情，它都在快速的前进。这一组的朋友很可能你们就会去不知不觉的就达到了你想要到的那个理想的状态，而且这个状态是你不是跟人家斗争争抢去赢得那个位置，而是你用你的魅力，好像让所有的好东西，让所有的金钱，让所有的好运往你这边靠拢。好，接下来下面的牌宇宙是你们的伙伴。好，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们过去有一些事情很焦虑，或者说现在心中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很担忧，不知道结果如何，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是牵涉到其他人的一个合可，其他机构的一个同意，或者是他需要层层关卡还没有底定下来的话，接下来这个讯息是你们会变得很有力量，你们会变得很安心，你会变得很放心。等到时机到来的时候，属于你的愿望，属于你的梦想会开花结果。你曾经觉得很焦虑，曾经觉得很不放心，曾经让你睡不着觉的那些事情都会得到解决。你整个心情会变得很顺畅，那些郁闷不堪的这个情绪都会找到一个出口，你所有的焦虑都会被移除，都会被释放。这张牌是宇宙是你们的伙伴它会让你感觉到安全，感觉到被照顾，而且当你跟宇宙连接的时候，其实会发生一些令你觉得很惊奇的事情。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建立的这个连接可能是跟你当前所信仰的那个宗教有关的，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你透过你的跟你的神作为连接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去听到一些更高的维度，更高的力量对你来发送的一些讯息，而这个更高的力量它是来祝福你的，所以呢你可以去建立，比如说跟你的这个信仰去建立一个很完全信任、完全投入的关系。那有些朋友我觉得你则是跟你的内在跟你的高我做结合你们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你可以让肩膀中的重担卸下来，完完全全的就是在这个神的手中，把你的需求，把你的渴望交托给神性的力量，相信你是安全的，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来取得这样子的安全感。所有的宇宙的恩典现在已经在你的生活中被启动，被展开了，就好像你的手，你每一天在做事的这一双手，你每一天用来照顾你的家人，用来工作，用来抚慰自己，用来照料自己，或是去打拼建立你家园的这一双手宇宙告诉你说他看到你过去的这个努力了，你们的行动，你们的策划，你们的这些做事，让你的手说在你的手上留下了一些痕迹。接下来宇宙想要给你的不是在用鞭子去督促你做更多做更快，而是他希望你休息。宇宙想要递给你一杯热茶，或者是说一本好书，启发你的好书，也有可能是一个温暖的毯子铺在你身上，让你可以好好的安心的放心的睡一觉。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张牌是观察者。观察者这张牌出现的时候其实它跟前面那张牌一样，它就是一个要你们暂停下来休息。很可能你们过去真的是冲得很快，或者是说心里肩头有很多压力，就是想很多，脑袋停不下来，一直想让自己很累。观察者出现其实就是要你停止，暂停，可以说你先离开当下的这个情境，深呼吸，去观察周遭。当你去观察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远处有火正在燃烧，远处有一些人好像很愤怒，有一些戏剧化的情形
情境正在产生，有一些人好像正在做坏事，有一些不好的意图，可是你们就是观察而已，你不需要去摄入，甚至你可以后退一步。有的时候如果你脑中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点子的话，你也可以去以第三者的角度去观看你自己，可能是以一个像是上帝视角来去看你自己，我在这里，我现在有这样子的想法等等的。好，如果你有什么样子的表达想要去抒发的时候，你可以在比如说自我照顾的时候、沐浴的时候，你去跟自己对话，或者说你去晚上睡觉前啊，你可以去做一些记录或是写日记等等。有的时候当你周遭太过那些行动太过火热，或者说有些人对于一些议题就是一窝蜂的去参与，一窝蜂的跑去，好像很多人都对于某件事情突然的很热衷的时候，这张牌要你们小心了，因为很可能那个是怎么说呢？一个话术，一个宣传，很可能就是他抓住了当下群众的心理。好，所以很多人就会一窝蜂的去冲上去，可是很可能最后的结果并不如这个宣称、这个承诺会这样子的好，只是他在前期可能就用这样子的说法去吸引很多人的投入，很多人的支持。那这样子的观念，这样子的做法，或者说这样子的资金运作模式是可以长久的吗？还是这个人来他只是想要去大赚一笔就走，然后只是想要炒短线，只是想要把自己的利益拿走之后就闪人了。所以你们真的是要去看好，观察者出现就是引导你们去看，远离一些身边的一个斗争哦。好，有些事情你是需要花时间处理的，可是过去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试图的去观察，或是说去卷入某人的纠纷中，或者说你试图去导正纠正什么样子的事情，现在你们可以暂时的放手，你们可以成为观察的人，而不是实际做事的人。你可以把你自己从日常生活中一个规律线性的步调中解脱出来，这个是你要去达到神奇巧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们要看的是事情的核心的本质，它如何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以及说好，从人类的历史以前到现在有什么事情是不会变的，这些不会变的事情它才是有价值，它才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现在不需要多做什么事情，而是去创造了什么比拥有了什么更重要。你们的创造，你们的这个内在的力量会以一个神秘的形式展开。有的时候当你这样子展开，当你这样子发送你内在的光跟热的话，宇宙也会成为你们的见证者。还有这边有一个讯息，就是如果过去啊，你们想要做某一些事情，或者说你的感情被家人反对，或是你担心家人会反对的话，这一张牌又一个能量是，你过去如果担心别人会闲言闲语，或者说你其实很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你重要的人他有跟你不同的想法，可能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或是老公、老婆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可能是你的孩子，也许是你想要投入一段新的感情，可是怕你的孩子有其他的想法。这张牌我是看见，如果过去有一些矛盾的力量，他们很可能会转而变成一个中立，就是从反对的状态变成愿意去倾听你，变成愿意是一个中立的角度来看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蓝鲸之歌好，有的时候你们太
太过紧张的时候，真的很需要放松。你们的牌卡都有一种要你跳脱出来的感觉，可能你过去真的是太过努力在行动了，以至于你忘记你自己内心的渴望。现在这张牌这张牌非常的可爱，它有点像是要你跳到水里好好的玩一玩，去提醒你自己内在的创造性自我，以及你可以像孩子一样，就是大声的唱歌，去寻找对你来说最开心、最美丽，然后生活最能够平衡跟和谐的事情哦。有些朋友可能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跳脱出来，你去画画，你去做花艺，或者说你去看风景，你去滑雪，然后你去做什么样子的有些朋友可能是去做义工，或是去尝试一些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也许你去弹琴、唱歌、跳舞都可以。好，你们其实心中是有计划的。前面看到就是你们对于人生有计划有想法，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请你稍微的在这个要完成的计划中稍微休息一下，你将会获得更多。好，那有一些朋友，如果你过去心中你这样子一直前进不敢休息，可能是因为你心中有一些的焦虑。那宇宙在这边呢，其实也告诉大家说，如果你稍微跳脱出来，你可能会发现你焦虑的这件事情，它可以通过某一个选择，或者说某一个改变，或是某一个协商来完成。也许你可以去找到一个说服你自己内心可以去度过这一段时期的一个方法，或者是找到一个方式让你戒除拖延症，让你在感情的走向想到说要怎么样子不会委屈自己，又能够走下去，或是现在的这个工作你要走还是要留？如果要走的话，要去怎么样开启一个新的事业，或者说如果要留的话，要用什么样子的心态来面对可能不是那么舒服的人际关系。我觉得你们稍微跳脱出来，甚至让自己去玩耍一下，旅行一下，自助旅行或是跟团都可以，多多去看看整个转换环境之后，就是把自己丢到一个新的地方，很可能你再次回来的时候，脑中就会有非常多的点子，或者是说原本你在意的事情，现在已经不那么在意了。好，接下来看到下面的牌63号牌，我们这张牌好美紫色跟粉红色的能量，这边有一个螺旋的贝壳好。这个大家有看到，它是一个有翅膀的小精灵，它正在躺在雪地上，很美丽好，冬季的梦境，它是一个内在的召唤，让你去转向内在，让你生命力，让你去看见你内在的一个生命力以及渴望，就像你把你的目光投注在你内心最深处跟最隐藏的地方，诚实的面对你自己吧。好，有一些地方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就是不要假装不要，或者说如果这个是你的梦想，你就不要退而求其次。好，这一组的朋友这张牌还有一个让我觉得非常的安静安宁的很舒服的感觉，好像你们的灵魂跟大自然跟土地跟树木的根部完全的连接在一起，你可以回到一个令你觉得安静舒服的地方，有这种清澈透明的光照耀在你身上，你可以得到平静。这张牌也是休息的能量，这个休息它是它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沉睡而是你们在一个安静的情况下闭上眼睛，但是闭上眼睛的时候，我觉得你们还是你的意识还是清醒的，你还是知道周遭的一切在发生什么，你们只是闭上眼睛稍微在休息，补充自己的生命力。而且我觉得你们休息的时候很多埋藏在你灵魂深处的种子，可能你以前小时候最喜欢做什么，或是曾经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那些符合你这种来到世上
就是跟你的灵魂本质、灵性本质符合你灵魂蓝图的计划，你会重新的被想起，重新的被记起。可能本来你是想要去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但是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你选择了某一个热门的行业，或是你可能就是分数考得很高，所以呢就是选择那个不想要浪费分数，就去选当下那个大家都说最好排名第一的科系。可是也许你们做着做着不是很开心，你能够胜任，但是不是很开心。也有一些朋友，你可能过去都很迷茫、很迷失，好像在很多个不同的方向打转，然后觉得说我努力了很多，但是没有看到回报，不知道究竟要从哪里才可以完完全全的翻身，从哪里才可以把过去输的都扳回一城。那这样子的讯息啊，其实要你先去休息，真的，你们想太多的时候会很累，先去休息。这个休息之后啊，宇宙会把你唤醒。什么时候会唤醒？春天来临的时候会将你唤醒。这个春天并不是指实质上的春夏秋冬，而是宇宙跟你的一个约定，在最好的时期就会唤醒你。但是在那之前，真的要请你们进行疗愈，进行修复，进行跟自己的内在对话。而当你醒来的时候，宇宙会告诉你说，好，你会得到你应得的。比如说在工作中，你会得到一个奖赏，你会得到一个奖金，你会看见你工作的一个方向跟成果，你很可能会收到一些合约邀约的机会，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你在申请学校上得到了奖学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入学许可，得到了什么样子考试的录取通知都有可能。你们的能量真的是慢慢的提升，而这个能量是互相回馈的，当你得到，你也会再去回馈给这一片大地。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内在会达到一个非常有魅力、形象各方面都很好的一个状态。特别是你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很性感，然后好像魅力四射的时期啊，我觉得你们好像不会真的很去摄入身旁的那些纷扰的人事物，感情有也好，没有也好，更加的是你自己真心想要什么，而不是胡乱的、盲目的投入一个事业、一段感情，或者说一个选择中。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得到的是你真心想要的，而不是一个看似很漂亮，但是却没有办法引起你共鸣的这种礼物。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能量。下面的能量28号牌胜利所以你们就是这种能量大爆发，能量完完全全的呈现出来，无可抵挡。不光是你们的魅力别人没有办法抵挡，你们的胜利也是，你们真的是胜券在望，成功在望，你们会获得你应该有的成功跟成就。这张牌啊，它上面是一个美丽的灵魂，而且它握着一个代表成就的金黄色的胜利的花环，代表说功成名就。其实这一条路就在你眼前。很奇妙的是，前面啊，你们好像不见得一定要去追求某一个，我刚刚说过，你们可能到人生某一个阶段，你不见得一定要去争取那个窄门，一定要去争取那个第一名。可是当你放松，当你放下的时候，其实物质世界很多的东西就会回到你身上。当你愿意去相信自己，当你愿意跟自我对话，当你愿意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很多时候意想不到的奇迹就发生了。这个你们得到的成就很可能是外在的，工作上
你们一直以来所期待的一个升职晋升的职位，或者是说你就是直接看到你的存款数字累积到了你想要的这种资产的一个金额，或者说有些朋友你们真的是达成了解锁了人生的成就，买了第一栋房子，买了第二栋房子等等的。好，有些朋友你过去很可能在生命中有一些挣扎，或者是说在跟人与人的互动，在感情的互动中，你曾经失败过，你曾经跌倒过，就是你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拥有一段幸福的感情，不知道跟这个人的连结要怎么样才能够有突破的方法。接下来这张牌宇宙想要跟你说，宇宙会告诉你，宇宙会指引你，在你所想要期待的理想的这个感情的路途上，会有一个方式，宇宙会让你看到路要怎么走，要怎么达成，要怎么完成。好，这个能量是非常强的，那你们可以好好的去享受这个成就，这个成果，而这个成就跟成果外在的这种实现也是要持续的跟你内在的功课，它是一个持续进行的相辅相成的。所以呢，当你们获得外在胜利的时候，也不要只专注在这些名声名誉或是金钱，你还是要回过头来去看一看，还是要回过头来去将目光转向好你内在的生命之流。其实这个才是你们人生最大的一个胜利。只要你好好的跟自己对话，只要你好好的想清楚你人生到现在或者说之后你究竟想要过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以终为始。好，你最后想要去的方向是哪里？你想要身边有谁陪伴着你？这些目标，这些方向，当然可以一路以来就是大方向的设定，然后细部的方向，细部的去调整，这是可以的。因为不会有人一出生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搞明白，很多时候你的这个目标，你的这个走向，你可能是调整修正过很多次，你可能是从某一个坑中跳脱出来，然后又继续的寻找，而可能通往幸福的那个方向，这些都是可以的。而你们最后无论在内在跟外在世界，你都会有成就，在各方面都会很美满很成功。好，我们再来看到下面一张牌下面一张牌是第5脉轮大天使加百列的能量好，这张牌叫表达自我跟说出真相。这张牌在说什么呢？这组的朋友很可能过去你们觉得你的个性不适合去从事什么样子的事情，或者说你觉得当下的这个工作岗位你其实不是很喜欢，但是你还是因为一些原因留下来，可能薪水，可能福利，可能什么样原因。而接下来这张牌它有一点要去转换，就是如果你过去觉得你有一些事情闷在心里不敢说，有一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完整的去表现自我的话，大天使加百列它代表的是一个喉轮的能量它一只手拿着小号，另外一只手拿着一颗美丽的蓝色的光球，它正在向你的喉咙中心发射强大的能量。它代表的是沟通能力，代表是你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用更真实的方式去表达，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第一个就是你们会对自己诚实，其实你知道说你为什么要待在这里，或是说你为什么要走，不管是你怎么样子的选择，我觉得你都会对自己诚实，你不会说人云亦云，或者说你不会说很模模糊糊的日子数馒头过一天算一天，而是你知道就算你要待在一个不喜欢的环境，你的忍耐也是有期限的，你对于你自己的将来是有规划的，而
而现在这个环境虽然有一些让你不喜欢的地方，可是同时它可能也让你获得了一个稳定舒适的一个生活，或者是说给你一些你可以去支撑你梦想的一个基金，或者是支撑你未来的一个这种薪资的回馈等等。反正我觉得这个能量就是你会去想清楚，还有过去如果你难以去表达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想法的话，现在这张牌加百列是要让你们去练习去沟通，跟自己沟通，跟你心爱的人沟通。你们不要去否认你自己存在的价值，你的声音是很重要的，你自由的表达是很重要的。你不喜欢的事情，你把它表达出来，你把它抒发出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做的选择，你做的选择也是一个你的自由的表达。你每一天有意识的选择，其实也是你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投票。比如说呢，你选择把你的金钱去花在什么样子的食物上，它是为你的健康在做投票。你选择把时间花在什么样子的人际关系上，你选择把你的精力花在做什么事情上。好，你要去学习，你要去玩乐，或者说你想要投入更多的工作，这些都是你的一个选择。你们可以自由的、充分的去表达自己。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它是跟更高层次的灵魂体沟通跟你们的高我做连接。过去如果你的喉轮明显的被阻碍的话，很可能真的是以前的那个环境，或者说现在的那个环境，让你有一些封闭，就让你觉得很郁闷，想说不敢说，让你觉得有很多内耗，让你觉得很恐惧、很压力等等的这些状况我觉得这些状况加牌列出来，其实就是要让你疏通的。你们的力量会变得很强大，你鼓起勇气面对自己，然后会对一些事情，我觉得你们会在一个不会去损及自己利益，而且很安全的方式，让你去表达你的真实的一个想法。有的时候有一些冲突的出现，它其实是健康的，它其实是必要的。好，有些时候确实冲突会带来反抗，也会带来反省跟反思，所以这张牌也有一个为自己挺身而出的能量好，你们的喉轮内部有一个强而有力，而且迈向自由的能量正在展开。你们接下来可以自由的表现自我，你们不会再被无理的对待，你不会再被欺负，你不会内心留了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委屈，没有办法诉说。这些情境即将被扭转，你们会跟那些为你带来负能量的人去划清界限，你们会成为自己情绪的主宰，你也不用去反复的思考你曾经遭受的那些伤害，因为反复的去咀嚼，反复的去思考，很可能只会造成你自己的二次伤害。我看到的是你们拥有情绪独立的能力，外在的风雨都不能去改变，不能去夺走你的幸福。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是42号牌，握着钱币的女人。这一张牌的能量很棒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有一种虽然不追求财，就是你可能不见得会把这个财放在第一位，可是最后财富跟胜利会自然而然的好，因为你本身的这个能力，因为你本身的魅力，因为你本身的磁场改变了，你们内在的思想改变了，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质就不一样了，所有的好运以及这些金钱都会流向你。所以刚刚说过前期的这些休息这几张牌准备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握着钱币的女人，有些朋友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富二代，那你们就成为富一代吧。我看见很多你的人生有一个苦尽甘来的感觉，有些朋友你会去实现你小时候真心所想要的一个梦想，你小时候可能去期待说羡慕别人有这样子的生活，而你现在
就是可以凭着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比如说买房子、买车子，甚至是海外投资、自产、出国念书、出自己的书，或者说完成人生什么样子的里程碑成就，然后创立自己的公司等等的，都有这样子的能量哦。人生只会苦一阵子，不会持续的一辈子都苦下去，所以前期的辛苦最后会换来一个，我觉得它是完完全全丰收的能量。而这个握着钱币的女人，她不单单只有金钱，她同时包含了是一个心情、心态上健康以及有自我价值的能量。就是这个金钱你去赚，你得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耗损的，是一个内耗的，是要你去好像每一天用着你最宝贵的时间才去换来这些金钱。相反，这个钱赚起来你是有自我成就、自我满足，而且是舒服的。因为这个女生她是一个很优雅、很优雅的姿态，有没有？很像是这张牌权杖的皇后，非常优雅，然后手上握着这一枚超大的金币，她坐在一张很华丽的椅子上，所以代表说这个金币是她过去以来努力的成果。而这个握着钱币的女人，除了代表好金钱上的实质的丰收之外，还代表大家在健康上面会有改善。你的健康，如果过去你有一些身体上可能某一些地方不是很舒服，或者是说你在你就是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就是会莫名的疼痛，但是找不出原因等等。那有些朋友可能是心理的一个健康，这个能量也代表着说，其实你们的身心灵整个会达到一个比较平衡跟和谐的一个状态。好，过去关于财务的问题，比如说债务会被解决，以及健康，可能对于未来，对于健康的一些不确定性跟恐惧感，也会去清理，去被解决。或是对于你自己，你对于你人生的价值，对于你人生的未来，如果你有一些怀疑、自我迷失，或者说不确定、不安全感，这些东西、这些观念、这些想法都会被翻转。你们一定有机会可以去改变你的一生，你可以去把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成为你往前走的一个动力。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可以去实现你人生设定的所有的梦想。这一切只要你相信，只要你自始至终都相信，你能够自由的重新的去定义并且重视你的价值，你们将会放下过去有毒的连结，不会让任何人的负面频率来影响你。宇宙也支持你去达成你所有的财务的健康的目标。接下来你去同步建立的所有的连结都会对你有利有益，而且会去尊重你，去理解你。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的能量对应到你们。那我是米娅，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想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下有什么样子的好事正在显化到你们的生命中，大家正在吸引，大家正在召唤什么样子的好的能量来到有什么地方即将要逆转，即将要改变，即将要重生。好，首先呢我们来对应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当下的一个能量我们看到的牌是上学院在处女座，评估情况；满月在巨蟹座，让恐惧消散于无形；下学月在摩羯座，把过去抛在脑后；上弦月在巨蟹座，克服任何不安全感。好，首先呢，这几张牌的能量评估情况感觉上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这个时候你可能肩头上承担了很多的东西，也许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啊，你的生命中遇到一些让你觉得不是很公平的事情，也许你被好像群众误会了，或者是说，你明明是真心真意，可是别人却用他的那个思想，他的那个狭隘的角度来看你。有一些朋友，这个误会你们的对象，很可能是你心中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人士，可能是你的喜欢的人，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等等的。你明明想要去对他好，可是他好像曲解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这个评估状况有点像是宇宙要你看一看当下的这个情况。为什么要去停下来？为什么要去想一想呢？因为很可能你们有一种自我批判，不然就是批判他人。很可能你会因为不了解这个情势、这个局面，你就是陷入自责、陷入不自信，觉得自己好像掉进一个绝望的深渊。你会觉得对很多事情是悲观的，你会觉得你自己是软弱的。那有一些人，你们的情况可能是你很生气，好，你觉得这个人怎么误会你？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你会觉得有人需要为这样子的情况负责，他怎么可以对你做这样子的事情？那评估情况这一张牌宇宙告诉你们的时候，宇宙告诉你们的是，其实这样子的能量啊，有的时候，当你们的思绪陷入一个僵局的话，会让现在的情况更加动弹不得。这一张牌就是当你去校准你的显化能力，你去运用你喉咙的力量去表达你自己，或者是说你去花时间来思考某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去打开你的思绪，让你的思绪更加的灵活。有的时候改变思维方式，你其实会发现，这件事情是可以去有路可以走，有方法可以解开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想？或者说那些以前曾经用过有用的一个思考模式，到现在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效呢？以及有一些人他为什么会去这样想？为什么会去这样做？他是不是有他的一个盲点？这个盲点是他故意的，或者是说是他不小心造成的，以及这个评估情况，还有要让你们去看见一件事情，你身边有一些人，他是真的真心真意的，好像对你好，只是他可能是用一个比较严厉的，或者说比较凶的态度去跟你讲话。可能他是一个在工作上、在学业上抵触跟激励你的人，他其实最终希望你变得好，就是他的表达方式可能会让你觉得你好像被他不喜欢。那有一些人他其实是跟你讲甜言蜜语，他很可能会去捧你啊、夸你啊，但是他的心思不是那么的好，很可能他只是要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呢，要从你身上拿走一些东西。评估情况也有说，感觉上你们生命中有一些情况是需要去弄清楚，你需要去看清楚，要让你的这个眼睛更加的透彻。有一些可能被欺骗的情况，不要被蒙蔽了。而有一些情况其实没有那么的糟糕，不要自己吓自己。有很多你们担心害怕的事情啊，其实十之八九你会去看到说并没有发生，但是你前面花了那么多时间在担心在害怕，是不是很傻呢？接下来是让恐惧消散于无形。这张牌是说呢，好，可能呢宇宙要给你们一个礼物，要给你们一个奖赏之前你需要有一番经历。就像我们在打电玩的时候，你可能前面要经过一段路，然后你前面需要有一些谜题你需要去解开，最后呢你才可以拿到最后的那个最大的礼物宝藏，对不对？也就是说啊，其实在这样子的经历的过程，你会去体会，你会去长出肌肉，你会去锻炼出你的能力。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宇宙要让你去看见的是，你们会越来越有自信，你们会能够去克服你生命中面对的挑战跟困难。过去很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们心中有恐惧感，有匮乏感，恐惧会使你衰弱，而匮乏呢，会常常让你觉得不足够。因此你因为恐惧，有些人是因为恐惧而不敢行动，有些人是因为恐惧而去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因为害怕失败而拼命的去做。不管它是哪一种，都是你们不安全感的一个显化。而今天出现这张牌，就告诉我们说，第二组的朋友，其实你们心中的不安全感跟恐惧很快就要消散于无形，它不再会去影响你的行为了。这个是宇宙给你们的一个能量。满月在巨蟹座的时候发生在太阳在摩羯座，所以呢，巨蟹座的过度敏感和摩羯座的冷静理性之间其实你们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不会过于敏感，过于害怕，也不会过于理性。所以宇宙要给你们这样子的能量哦。好，下弦月在摩羯座，把过去抛诸在脑后。所以呢，有些东西是宇宙要让你去看清楚，可能过去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存在了一些假象，存在了一些盲点，因为你看不清楚，所以你没有办法往前走。其实接下来你会发现你可以去选择快乐，你的心境，你的思想都是你可以去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往好处想，你可以去选择看见你现在所拥有的，而不是常常的去担忧。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选择快乐，选择往好处想，其实你们的心态也会更加的平和跟平静。而当你常常这样子练习之后，其实就熟能生巧，这个就会变成你每一天醒来的这一种一睁开眼睛的一个正向的思考的模式。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不用再为此纠结，甚至为了某一个人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好，忍受了这么多的痛苦。我觉得到现在可能是一个临界点，可能你觉得够了，从此以后呢，你要选择当一个心境和平而且快乐的人。过去曾经伤害你的人，那些事情他们也都过去了，他们真的有这么了不起，真的有这么重要，值得你一直把它抓在心中，抓在脑海中吗？好，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有一个力量，就是你想要抛去悲伤，你想要抛去一些以前让你不舒服的事情，因为真的已经够了。那另外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断舍离很像是在你生命中一个实质的物品的断舍离，因为摩羯座有土象的能量，代表着有形的实体。好，这一组的朋友有些东西很可能你过去很爱买，买了一大堆，到现在你突然看到，就是发现到，我买了这些衣服新的吊牌都还没有剪，就放在那边堆一大堆，或是同样的喜欢的这个杯子喜欢的什么样子的物品同样的就是类似的款式，买了好几个鞋子或者什么样子的东西。好，你们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来你过去把你这样子辛苦赚来的钱好去买这些物品，那这些物品好像也没有实质的用到，你们可能会去想说到底这样子值不值得呢？这些物品占了空间，可是好像也没有带来快乐，没有给你带来快乐，然后要这样子丢弃也很心痛。这些东西呢，都是你认真工作赚来的钱，好像你对于你自己的努力，对于你自己的认真不是很尊重，就是随意的，就是把它花费掉，浪费掉。就有些朋友，我看到的是你们在物品断舍离的一个能量。好，你可能下定决心，在你的消费习惯，在你的生活模式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你想要去戒除。接下来克服任何不安全感我觉得这跟那个前面让恐惧消散于无形其实非常的像。
很可能有些朋友，你们目前在人生的轨道上是有很多担心、很多不安的。比如说，我要待在这个组织好，还是我要去跳槽到同产业但是不同的公司，或者是说我要继续待下去，但我要不要申请内转，还是要怎么样子？有些朋友你可能有很多的想法，甚至是怀疑说现在在走的位置究竟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很可能你们虽然内心很不安，但是表面上表现得很强，就是有一种虚张声势的模样，让外人都觉得你们好像没有什么害怕的，殊不知你心里很害怕，你心里很害怕什么东西出错，好像你的报告送出去之后呢，明明你检查过，但是心中还是担心说会不会有什么小错误，然后被发现还是什么的。还有就是有些朋友你很可能就是你们有一些投资的计划，但是又不是很安心，不是很放心等等的。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就是内心有一些想法，有一些决定，但又不是那么的确定。而这一张牌一样就是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的能量正在转型，正在转变。过去如果你因为什么事情害怕、担心、怀疑，其实宇宙要让你去发现，然后让你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去担心、害怕、怀疑，代表说你有意识到某些事情的存在，代表说这个是一个察觉，这个是一个发现你们可以从这个察觉发现开始去滋养自己，然后也许是去多储备一些知识，让你可以做出更正确的选择。或者是说你就是放弃掉让你觉得很不安心、很不放心的人事物那个选项。所以整体而言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你们的这个整体的运势正在转变、正在转换，那些恐惧不安全感纠结的过去都已经要跟你们说拜拜了。好，你接下来再看到其他的能量牌卡。我们的第一张牌，通往丰盛之门。恭喜第二组的朋友你们过去的努力投入即将要让你通往丰盛之门。第一个是你们过去辛苦耕耘然后辛苦的这种在可能是个人品牌，或者说在工作、在学习上的这个努力，这个心情会获得回报，而且这个回报它是一个奇迹，就是它比你想的都还要多。很可能你本来预设就是说我的薪水就是这样，就是你心中设的这个集聚是这样，可是接下来通往丰盛之门，它真的是一个源源不绝钞票洒向你的感觉，要多少就有多少，因为这个是宇宙丰盛的源头，代表说你本来以为你个人的天花板就是这么高，但是你会发现当你成长之后，当你长高之后，哇，你头上的这个天花板又更加高了，你才发现原来世界如此宽广，原来我可以拥有这么多的钱，有这种钞票的味道真的很好。所以呢，这个是让你觉得财富非常非常的够用，非常非常的稳定，一定有你足够就是你需要用的钱一定会稳定足够的供应你们。还有些人呢，我觉得这个丰盛之门它真的是忽然的就被打开了，你可能看见哇，你的投资收到了回报，甚至有些人就是糊里糊涂的竟然就赚了一大笔钱，或者是说有些人真的有这种中彩票中奖的机会，也有可能是你身边有人给你钱，真的有这样子的能量，很可能你认识了一个很大方又对你有意思的人，对他来说这个金钱是不是这么重要，或者是说他就是赚钱能力很好，所以呢他也愿意去供应你这些金钱，
来让你开心，然后来让你觉得获得重视，也有这样子的能量哦。你们接下来呢，会拥有你足够需要的钱，让你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因为这组的朋友很可能在过去一段时间呢，你们心中也是有一些计划的，想要去念书啊，或者是说想要去学习，想要去旅游，所以说想要去给自己放个假，但是又害怕说回来之后没有自己的位置等等。反正就是如果过去你曾经想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金钱的关系没有办法自由的去走，自由的去运行，自由的去实现的话，接下来通往丰盛之门的能量，它是一个奇迹。我觉得让你们在金钱上可以很自由的、很舒坦的去走，而且是不受制于人的。你不用担心说这个钱今天有明天没有，或者是说不用担心这个钱的来源只有说要依靠某个人、某个组织或某个公司。如果今天这个收入没有了就没有了，不会这样。它有点像是多元收入，方方面面，而且很充足的拿到这些金钱啊。我看见你们会眉开眼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可能会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去实现你想要做的梦想。而有些朋友，我看见你的这个金钱的能量，刚刚说过。你们过去的播种会显化出实质丰厚的回报。有一个讯息很可能是你这个金钱，就是因为你过去很可能你有兼职，然后你本业也做得不错，这样子的钱来了之后，再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将它翻倍，有翻倍的回报，或者是说快速的成长，这个绝对不是你本来预设到的那个金钱的期距，它是往上提升，再往上提升，它是一个没有天花板，可以持续增长下去的能量。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塔罗牌的一个讯息哦，金币2，还有这个女祭司，我们的死神牌，圣杯3。这一组的朋友啊，很可能哦，你们在人生这个生命当中啊，此时此刻会有2个以上的选择。我觉得这个选择比较是关于你个人的道路上的一个选择。比如说我的工作啊，要怎么选，就是有选择是一件好事，代表说你们不会只有某一个收入的来源，就是你们是有能力的。你很可能会想说，我要留在国内还是要去国外，我要自己经营这个，就是我要把这个副业弄得越来越好，取代正职，还是我要持续的兼职，或者是说你在这家公司工作，可是其实你也知道你有其他的机会是可以去看看的，等等的。有些朋友其实你们心中有一些想法，有一些选项，有一些项目，或者是关于人生的一个规划，也许是你买房子，你可能有2个喜欢的物件在考虑，或者是说，你在法律的这个问题呀，或者说在健康的议题上，你在考虑说我要去找这个律师好，我要去找这个医生好之类的，你可能就是在生命中有一些重大议题抉择的时候，有2个以上的选项的时候呢，这边呢会出现一个来帮助你的人。这个人他会提供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超然的，比较很像上帝视角的这样子的人，他会提供给你很丰富、很足够、很充实的一个讯息，让你可以清楚的看见你未来的走向。特别是如果有些朋友你们是刚毕业，在选择你要去什么样子道路，或者是说你在人生一个瓶颈要转职的话，很可能这个人提供给你的资讯就是不是那种网络上片面的说这个行业是怎么样，然后他的薪水是多少，他得到的是一些，他提供给你是有关内部的实际的真实的这个情形，有什么甘苦，有什么辛酸血泪，还有如果要去拿到这个职位，有什么样的小技巧，你要从哪一个地方可以更加的突出，去表现自己等等的。你接下来呢，我看到就是你们会在于你们要去判断选择的这件事情上，得到充足足够多的资讯，让你去做出一个对你自己更加有利、更加正确
的一个选择，而你做出这个选择之后，你的心会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安定。同时我觉得这个选择很多人也是跟这个丰盛之门是连在一起的，不管这个选择是有关于司法，有关于工作，有关于财务，有关于房子等等，我觉得或多或少它都是跟金钱的议题有相关的。而这个选择啊，对你们的未来长久而言，绝对是一个好的，会给你，就是因为这个选择之后，可以去打开了其他的门，可以去看见更多的一个机遇，可以让你在人生的道路上，我觉得至少是在财富这个方面，在金钱这个方面，真的是不再受制于人，能够更加的独立。好，能够独立，能够不看别人脸色，这件事情可能是很多人你们在想、在梦寐以求的事情。好，接下来是这个死神牌，还有圣杯三哦。这组的朋友可能有一段时间呢，你们会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可能你自己的专业是跟这个也有点相关，跟那个也有点相关，所以呢你们很可能，我觉得这跟前面这个选择也有关，很可能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就是因为有选择，有不同的走向，而这一个咨询者，这一个意见领袖，这个前辈贵人出现之后，他帮你解开盲点，就好像你们的思想、你们的思绪死后重生一样，本来纠结的地方，现在重新复活过来，重新被打开了。就是你觉得这个人讲话醍醐灌顶，这个人讲话切中要理，切中要害，其他人可能只是隔靴搔痒，都搔不到痒处，可是这个人好像真正的让你重获新生哦。你本来可能就在等待这样子的一臂之力，让你可以整个人跳起来，重新的充满动力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个人他很像是在黑暗中给你的一束光芒，让你去提点，让你去解开盲点，看见你的一些误区，你们可以完完全全的重生，不再迷茫，不再不确定，可以很心态上是很安心很安定的。好，接下来是圣杯三哦。如果过去啊，你在生命中跟某一个人发生了比较大的分歧，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家人，或是你们的一个爱人，这张牌是关于感情的人际的话，我看到这个能量是有修复、有和好的可能，很可能过去你会因为一个人他回讯息的这个快慢啊，让你心情忽上忽下，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怎么说呢？没有办法放下他，每一天要去看他的这个社群媒体好几遍，你都觉得你不喜欢这样子，好像一再沉沦、一再走不出来的自己，但是你心里又有一些话想要跟他沟通，因为你知道很可能你们过去的结束的那个点你是不甘心的，或是你们有一些误会没有解开，你可能觉得那个阴错阳差真的很可惜，所以你又想再期盼这件事情这个关系有什么转圜的空间呢？好，在接下来我看见你们会迎来真正的喜悦跟真正的朋友，同时啊，从死神牌出发连接到这个能量是好，你们刚刚说过你们会去评估情况，以及呢这个贵人他也会出现帮你看清楚一些事情，很可能就是你会去明白说有一些人他其实本来就没有真的爱过你，本来就没有真心的对你好，就是你可能把他当朋友，可是对方没有那么想，你总是记得他的重要的日子，他的生日，可是他从来没有记得过，或者是说一个你付出很多的人，你们可能会突然顿悟说，哦，原来对方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个重要的人，或者是也可能看到的一个事实真相是，原来对方过去这么喜欢我，那么爱我，但是我当时怎么忽略了？你就是现在回过头来去想，去看一些讯息的时候，才发现，哎，对方真的是对你很有好感。那时候他抛出了很多的讯息，或者是你去看见这个人，他虽然讲话难听，他其实是
有点像是在担心你，在想要去劝你之类的。反正你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谁是真的好朋友，谁是真的值得爱的人，然后谁他是背叛了你，谁真的不值得。有些人是看似很好，讲话很好听，一切都把自己经营得很好，但他其实是一个自恋者，他其实是一个在相处上，人际相处上不想要去自己吃一点点亏的人，那就必须说你要去吃亏，你要去配合他。很可能你过去觉得这样子的模式是 OK 的还是怎么样，你们现在有一种看清楚真相之后，你要去寻求真正的属于你的快乐。这个快乐是让你觉得是公平的、舒服的一个对待，以及在情感上，在人际上，你真正想要去连接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呢？不适合你的人将会从你生命中离开，而你们的能量会吸引到跟你同频的灵魂，你们可以一起玩，一起工作，一起有很多欢声笑语的能量。好，圣杯八圣杯八的能量，感觉到有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往前进，是因为你们放下了一些过去放不下的重担，这个对你们的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很重要很可能很多朋友你是终于放下某一个人，然后可以在情感上去打开你的心，去接受其他人。也有可能是你在某一个地方，你本来都是看不清楚，就好像眼睛被蒙起来，别人怎么说都听不进去，你现在突然醒了，突然明白了。好，突然明白什么事情对你当下是立即比较重要的，什么事情是就是事情有轻重缓急嘛，有些东西是你不做也没有关系，有些事情是它是需要优先去处理的。我觉得你们好像去看清楚了，因此把你的时间精力可以更有效的分配，以及它还有一个能量是你去明白你生命中最终要对准的那个核心是什么。比如说你最在意的是什么，是赚钱吗？还是你的家庭关系呢？假设你觉得你这么辛苦的赚钱其实是为了给家庭，或者说为了让你自己有更好的生活，那你可能在选择未来上就不会去只往钱多的那个工作去选择，你可能会更多选择的是一个让你可以生活好平衡的工作，也是有下班的时间，让你可以充分的休息等等的。因为如果有点像是如果你过去一直陷在一个迷雾跟迷障中，你可能会搞不清楚，你以为你要的是钱，你以为好像获得很多钱就可以获得幸福，到时候你可能真的有很多钱，但是你们却到不了你想要的那个幸福。所以这张牌有点像是更加的理清你人生中什么样子的目标，什么这样的价值对你来说是真正重要的。而且很棒的是你们接下来在做选择的时候很多时候不用，因为你的丰盛之门已经打开了。很多的时候你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去重新评估呢？可以去离开旧有的那个思考模式，是因为你们不用再担心钱了。如果之前你要跟你的爱人分隔两地是因为这边的工作比较好然后两个人要分开赚钱，还是什么样子的因素？假设因为经济的因素，你选了比较次要的选项的话，现在这些情况可以改观，你们不用因为钱去做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你们不用再担心钱的能量。有些朋友我看到你真的是离开一个旧的不喜欢的地方，去进到一个全新的你喜欢的你想要探索的领域，然后呢你会在前进的过程中去越来越看见自己需要充实的地方，再去充实，以及
更加的看见自己的能量，看见自己想要去前进的这个地方，你是满怀欣喜的，很雀跃的想要走，你也下定决心，你要渡河，你要去到新的地方，新的彼岸。我觉得你们因为一旦下定决心之后，其实就可以走得很快，很顺利。好。圣杯6圣杯6有一个这种年轻的回忆，一个美好的回忆的感觉哦，心情很好，很开心哦，有点像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记忆啊，会时间的洗涤会把这些坏的洗掉，留下好的这个记忆，以至于你在回想起某个人或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很可能想到的是，这件事情哦，给你带来一些正面积极的或是好的影响，温暖的东西在哪里？好，有点像是你们的过去的记忆也死后重生，重新的被翻新了。当你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可以这样子的去理解。好，你们的旧的记忆长出了新的一个花朵，以及延伸向新的未来。你们的未来就像这张牌一样，有纯真、美好、天真、和谐的感觉，你的内心会感觉到非常的和平，非常的平静，就像这个妈妈跟小孩在跳瑜伽一样，有这种天伦之乐，还有因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那个开心感。同时当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不必担心钱，甚至这个钱就像提款机一样源源不绝的吐出钞票。所以我觉得宇宙给你们的这种惊喜，给你们显化的礼物它很像是大礼包，里面打开真的就是不只有一边的能量，它不只有金钱，它还包含了你们的这种友情、友谊，或者说人际关系、感情关系的一个和解、和谐，或者是说关于你在个人成长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丰盛，属于自己的道路。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找到财富的密码，你们会找到通往财富自由道路的那个钥匙，那一扇门。有些人你是在自我的工作、学习、成长中，你看见自己的突破；有些人你在跟某一个人的关系中，你看见你自己被疗愈了，或者是和这个人的关系慢慢的和缓，慢慢的和解。有一些人我看到你真的是去做了断舍离之后呢，其实新的这种崭新的温暖的和谐，很像是初恋一般悸动的关系，会再次的感动你，感染你，来到你的生命中。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米娅，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对应到大家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即将显化什么样子的成功以及好消息来到你们的生命中。那有哪一方面即将要转运，即将要改变，即将要逆转？好，首先呢，来对应一下第3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好，来看一下你们的牌我们第一张看到的是太阳花 Purification。 好，太阳花，然后我们看到天空下着雨，这张牌雨象征着重生跟洗去罪恶。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你过去身上背负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黑历史，或是有一些你不想要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可能你曾经犯过的错，或者是有什么你心中也许不是错，但是你就是觉得那个过去你不想要让别人知道，不一定是你成为了罪人，而是有可能你是被别人伤害的，但是就是那一段经历你不想要让其他人去知道，不想要去掀开，不想要去讲，你想要去埋藏起来等等的。好，
那水也跟情感有关哦，夏天的雨可以代表释放长期以来压抑的情感，进而实现净化跟你们的内在疗愈。而雨啊也代表了更新，4月的雨带来5月的花朵，所以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不管你们过去累积积压了什么，或者是说你很可能会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就是大哭啊，或者是很郁闷等等的，其实眼泪或者是这些雨，或者是你们洗澡这个水的能量，都是在帮助你们净化。很多的事情已经要过去了，很多你感到纠结、感到痛苦、感到困扰的那个情绪，我觉得已经渐渐的要被一场大雨给冲刷殆尽，一切都会好起来哦。所以宇宙想要告诉第3组牌的朋友，不管你们过去背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曾经犯过什么样子的错，其实你们的内心啊，就像这个太阳花一样，你们是非常温暖的，你们是非常有同理同情心的人，甚至我觉得你们对于弱势、对于弱小，或是对于社会上一些新闻，你们看到了心里会有触动、有感动的。你们并不是那种麻木不仁的人，你们其实内心非常的美丽，有非常多的能量，你们是可以去照耀别人，你们是可以去温暖别人，你们是可以去成为别人支柱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好，第2张牌哦，这张牌是洞穴哦。在古代呢，我们的祖先会躲在洞穴里来寻求一个保护，可能来躲避掠食者，或者躲避一些恶劣的天气。所以呢，这个洞穴它其实就是一个保护的讯息。好，宇宙要来告诉第3组的朋友说，现在呢，你们有一个洞穴，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在这里吃饭、好睡觉，或是疗愈，或是建立一个社区、社群，或是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仪式，在这样子的一个安全的防护罩、保护网中，你可以尽情的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而且这个洞穴是很隐秘的，别人不知道的。同时，这个洞穴啊，也代表通往地下的世界，通往大地母亲的神圣子宫，还有大地母亲的神圣心脏的一个秘密的连接的通道。所以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探索灵性的过程中，你会得到心里有满意的一个安全感，你会感觉到你是受到安全的，你是受到保护的，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已经在宇宙的掌握之中，你的高我、你的指导灵正在照顾着你，你可以放松。因为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过去很可能已经去思虑了蛮多的事情，或者你们已经在人生有做了一些准备，可能你的保险，或者说你的一些备案的计划等等的。我会觉得你们现在其实可以不用去担心那么多事情。如果你们有段时间一直都很谨慎、小心翼翼，你们真的需要去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宇宙想要告诉你的讯息就是，不论你现在的处境情形如何，一切都会好起来。你们就是放心的，在这个宇宙给你们准备的这个洞穴，你可以稍微躲起来休息一下，之后再往前走，没有关系的。好，下一张牌就是往前走。好，这张牌哦是草原，然后在草原中间呢有一条弯弯绕绕的路，迎向远方哦。好，这边有一个出生的太阳。草呢是地球上最丰富的一个植物家族，草地呢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草啊可以来喂养动物，同时它也能够产生很多的新鲜的氧气，人类能够在其中啊得到快乐，所以它也是食物的来源，它也提供了人类生活的必须。这一张卡，你们收到这张卡就同时代表了很多的一个好消息，代表了丰饶，代表了多产，代表了丰富、成就、爱情以及健康都会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在更新，都在扩展，所以宇宙请你们休息了之后，继续往前走，不要回头。很可能在你往前走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事情让你分心，但是卡片的讯息告诉你，不要因为任何事情阻碍了你前往丰盛的过程。你们需要抬头挺胸，你们需要有自信的往前走。你要明白你的需求都应该也会被照顾到，这个是你必得的，也是你应得的。你的生活正在以最好的方式来升级，而且是快速的升级。好，接下来这张牌的能量是原谅。好，这张牌是一个夕阳，就是太阳落下以及月亮慢慢的升起代表说这一天白天即将要结束了。好，这张牌有一点点神秘感，感觉这组的朋友，你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去怀念一些过去，怀念一些过往，或者是说你们这一组就是有一些秘密，你们有一些故事等等的，你们的记忆，你们的经历，你们的过去，好，有很多很丰富的，可能像电视，像这个戏剧一样，是像一本书一样，可以去陈述，可以去说的非常精彩的过去。好，不过这张牌呢是原谅，代表说有些东西呢，有些过去你需要去放下。当你背负太多的过去的时候，很可能你没有办法去看到你眼前脚下的现在。同时过去发生的事情也不代表说未来就会重复，过去发生的事情不代表这个模式会延续到你现在。所以这张牌叫你们，就是告诉你们说，你可以去做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是彻底放下过去对你的束缚，过去已经过去了，你可以去放下它。有些朋友我感觉到可能是你原生家庭给你的伤你一直过不去，甚至是反复的，可能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你内心就会有一些怨恨，或者说有一些不满，可能你当下还扮演好你应该扮演的角色，就是该尽的责任你也有尽，可是你心里就会有一些不满，特别是如果说你周遭你小时候曾经伤害你的人，他们没有自觉，没有意识到他们伤害了你，或是他们觉得那个没有什么，都已经过了那么久了，你为什么还忘记不了，好像变成你没有办法遗忘这件事情，好像变成是你的错一样。好，有些朋友其实很多事情好像很难在一时半刻去争一个公平，可是宇宙要你们放下，其实是想要让你去切断跟过去的能量往前走。放下不代表说你去认可他们做的是对的，放下也不代表那个痛不存在，放下代表说好，这个痛可能还存在，也许他没有办法一时半刻的去治愈，或者说你花了很多的时间还没有办法去治愈，但是没有关系，还是可以把它放下，然后往前走，承认这个伤口是存在的，但是彻底放下这个伤口对你的束缚好，你们可以更加的去感受此时此刻，就是你当下所处的这个环境，这一分这一秒你所看到的景色，所听到的声音，所闻到的气味等等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你的过去就会消失，因为你就是很专注在当下的这一个时刻。好，这个是宇宙给大家的讯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我们看到的第一张牌，爱会克服一切。还有爱其实呢会让你去知道要如何从彼此对方，你可以从对方身上去学习很多东西就是你像是一本书，对方也像是一本书，你们彼此互相学习，互相成长。还有你
就是你接下来生命中会出现一些很特别、很精心的时刻。那这个时刻它会带来，对你跟你的伴侣而言，都会给你们带来非常多的喜悦跟温暖。这几张牌代表说，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有一个爱的力量、爱的魔法。爱可以克服一切。我觉得你们会遇到一个你的灵魂伴侣，不管你们有没有对象，我觉得有些朋友你的灵魂伴侣已经出现了，那你很可能就会辨认出他来，并且跟他的关系连结越来越深，进到下一个阶段。有些朋友你们的灵魂伴侣是即将要来了。好，这个灵魂伴侣他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情绪很稳定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在很着急的时候，他不会去催促你，他不会火上加油，或者说如果你犯了什么错，他不会去大骂你。你可以感觉到在他身边，你真的是很放心很安心。你会知道原来你过去的伤痛，你不幸的童年可以因为这一个人而被填满，而被治愈。你甚至就在他温暖的怀抱中，你感觉到你好像已经离那个伤痛，已经离那个过去很远很远了。如果你们过去脾气比较不好，比较暴躁，或者很容易动怒，很容易发怒，或是在心里生气的话，我觉得这一个人的爱，他会让你去觉得生命中很多的事情没有什么过不去，就是因为你有这样子的爱的陪伴，你的心情得到了很大的安定跟满足。所以我觉得这个爱的能量，它也可能是一个贵人，他来帮助你学习，帮助你成长。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人他很可能是你学习上的一个伙伴，或者说工作上的一个同事你们有那种亦师亦友的能量。还有接下来你们将不会再孤单，很可能过去你孤单了很久，然后一个人辛苦的奋斗，一个人去面对很多个不知道明天会如何的那样子的夜晚。可是我觉得接下来你真的会吸引到一个很爱你的人，他能够去理解你，他能够去读懂你的灵魂。而且你们两个，我觉得你们两个灵魂很相似，你们会有很相似的兴趣爱好，你们的灵魂非常的同步。重点是我觉得在情绪上，他是能够去包容你，支撑你的，不管你跌到多低的一个低谷，他都能够去把你撑起来，他都能够去接住你的情绪。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这一组的朋友很可能比起说很物质的一个能量，或者是说很外在很好的一个条件，很多时候你们可能更加追求的是一个内心的安稳感跟平静感，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有一个很特殊的独一无二的感觉，我就是在他面前可以放松，我很多的起伏的情绪可以在这个人的面前能够得到疏解。所以这个人他不会让你孤单，特别是如果你们是那种情绪比较满，很容易就会掉入到自己的小圈圈的时候，他会把你拉出来，他会真正的理解你，同理你，跟你在一起。他不见得会去给你什么样子的建议，可是也许这样子的陪伴就是一个学习，或者是说你看他处理事情这样子静静的缓慢淡淡的方式，你看他跟你的一个相处模式，这个也就是一个学习。你终于明白说原来爱情可以这么顺利，原来感情是可以这么的舒畅，原来你可以得到这样子的舒服，这样子温暖的一个感情，原来你们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勇敢的做自己，去跟一个人做连结，不一定要活成这个世界世俗所要你活成的那个样子。原来你在这个人面前可以放下你所有的武装。我觉得这个人他很会去听你说话，同时他也知道去说一些话来安抚你，来缓解你的一个情绪。他不是那一种说话很灵巧，城府很深，很有套路的人。相反的，我觉得他的语言是质朴的，甚至他不是那种一长串的，他很可能就是
看你低潮的时候啊，就是跟你撒撒娇，或是把你拉出去什么地方，或者是说当你生活陷入混乱的时候，它就像一个中心的支柱，有点像是它会关注你的3餐，关注你有没有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例行公事，就是你每一天该做的事情是不是还有完成。就是这样子，你知道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拥抱，或是白天出去的时候，你想要传讯息的时候，有一个对象是可以跟你聊天，可以跟你沟通的，有一个对象是在关心你的，你们心里绝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安心感、跟安全感、安定感。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能够吸引到这样子的能量，我觉得也跟前面所说的，其实你们内在也是很有爱的，只是过去很可能你把这个爱隐藏起来，或是你可能因为受伤了不知道怎么去爱，其实你们内心是有阳光的，你们内在有这个柔软的力量，这个花朵的力量，它虽然柔软，但是它是很有韧性的，就是它不容易被摧毁，也不容易被折断。有的时候刚强的东西可能很容易被折断，或者说刚强的东西别人看到就想要去跟它硬碰硬。可是我觉得对于你们而言，你们有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存之道，或者是生存的一个姿态。你们有的时候是退，有的时候会去让，有的时候你不见得一定会去强出头，可是这个退这个让，它不是弱者的表现，因为你们是强者，所以你们才愿意去忍这一口气，因为你们是强者，所以你们才能够跪下来，才能够屈服，因为你们是强者，你们才能够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你们内在柔软的力量本身也有坚硬的所在。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到下面的能量哦。好，哇，这张牌哦，爱心哦，很可能你们真的找到这个人是你就是想要跟他牵手共度一生，不论你们有没有婚姻，你很可能就是想要跟这个人过得长长久久，就是能够可以的话，就是这样一直长长久久的走下去。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其实就会心跳加速，觉得这个人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你们就是认定了他是你的唯一的这样子的感觉。那这样子的灵魂伴侣，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真的已经遇见一个可以在情绪上接得住你，可以去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并且给你反馈的一个人。好，接下来呢，这张牌是在闻一朵花。好，一个很大晴天哦。这两张牌在说什么呢？首先呢，第一张牌哦，这个女生呢，她种植了一个花园，现在这些花都开花结果了。这些花园是她精心照料的，她在享受花的芬芳。所以说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你们去背负了很多，同时你也去成就了很多。这一片花园是你精心滋养、精心培育出来的。很多人也许你跟你过去的自己和解了，你跟你过去的伤痛和解了之后啊，你们就会去散发出你的能量，扩散出你的能量，就像这个太阳花一样，把你的影响力散播出去，甚至你可能去把你过去曾经发生在你的身上的这些事情、这些经验，你愿意公开的谈，你愿意分享给别人，而你说的话其实是能够去造福人群的。我看到你们这边呢，其实有照顾人的能量，也许你们有那一种当老师，或者是说提携后进、提携后辈，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是在朋友圈中，大家喜欢找你分享心事，你可能是别人的一个树洞等等的。所以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内心哦，经过雨的洗礼、雨的净化之后，你将会重新迎来你的光明、你的光辉跟春天。这个是你一个最高级的成功的一个显现，在鸟语花香的未来，这个是属于你们的城堡，这个是属于你们的花园哦。我还看到在这样子的花园中，你的温暖，你说的话就像种子一样，可能种在别人的心中，持续的去散播你的影响力。在这样
样子的冰冷的世界中，你们可以去开出鸟语花香的这样一片美丽芬芳的世界。我觉得这样子的能量在此刻这个世态炎凉或是比较冷漠疏离的世界中，你们的能量真的是非常的稀缺，非常的难得。很可能你们心中有你们想要保护的人，所以你愿意让自己变得好坚强，你愿意去发挥你身上的滋养力。好，接下来这张牌也跟前面所说的灵魂伴侣觉得有相似的能量哦。有一个人他有点像是来到你的生命中去赶走所有的雨天，让你带来美丽的大晴天跟阳光。所以很可能你们今天遇到的这个贵人或是灵魂伴侣，他是带着他所有的金钱资源，或者是说他身上美好的品质，一个好的这种情绪EQ 这种情绪管理的能力来到你身边。他是带着他的资源来的，他并不是空手而来的。自然来到你的生命中，会让你们好像喜上加喜，变得更加的开心。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下一张牌哦 ，Passion。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内心是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的哦，很可能这个事情啊，它是跟照顾某一些弱势的群体有关，或者是说你想要去发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兴趣，就是把一个小的东西蓬勃发展起来，或是把一个你的理念信念去推广出去。也有可能你们想要做的事情啊，是你要去组建你自己的团队组织，然后这个团队组织是要去推动你的理念，或是帮助一些弱势的。那有一些朋友，我看见你的这个热情可能是在于你对于物质，对于你人生所想要达成的这个成就，你其实是有理想的，有期待的。你可能很希望用你的这个专业，或者说你的热情所在，你可以去赚钱，你可以去得到物质世界的丰盛，以及你赚的这个钱就代表你实力的证明。你可以去用你赚来的钱来照顾你自己，以及照顾你所爱的人。我看到的是你会非常的有成就感，而且你们所建立的这个体系，你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啊，不单单是只有金钱上的回报，它是实质的为这个世界去推动，去改革。也许有些朋友你们是在做工程相关的，可能你们在开发什么样子的城市，什么样子的软体，帮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或者是说你们是在产线上生产什么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能够帮助这个世界的科技更加的进步。也有一些朋友，我看见你是实际的跟人接触，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你其实可以感觉到人们受到你的帮助之后呢，确实可能心里得到安慰，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生活的困难得到解决。那有一些朋友哦，这张牌的能量情绪非常的浓哦，我觉得超越这些物质世俗的东西而言呢，更多的是你想要成为谁，你想要去实现什么样子的你的商业的版图，你的人生规划，你的蓝图。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建立的这个帝国很强大，它可能是有总公司、分公司，或者说有海外分布的，很可能你们的影响力是不仅仅止于你所在的地方，它是可以扩散出去的。看到他的眼睛是一个地球，有些朋友你们的影响力是扩散到全世界的，它是一个很崇高的理想，但是它又是一个实际落地可以赚钱的商业模式。也就是说，你们的理想跟这个世界的实际需求交汇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你们可以发展的利基，以及你去实现优势的一个所在。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能量真的很不得了，你们可能有一个很强的想要去实现什么样子的目标信念的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崇高的对于这个人类，对于社会，或是对于未来的一个愿景，你可能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也许是在烘焙业，也许是在金融业，也许是在园艺，也许是在花草，也许是在艺术，或者是什么样子体制内的这个推动，你们想要去成就一番事业，是有这样子的能量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下面的牌哦，这张牌是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于时间、空间、能力、个人的能量以及爱的储备哦。当你们在这些账户啊的存款都是饱满的，其实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这就是这一组牌面的讯息啊，代表说财富只是你们成就的一个体现，你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你们并不是有钱没命花，或者说你们并不是那种好像加班的时间比你的命还长，不是这样子的。你们有时间有空间，还有活力，还有精力，还有个人掌权的一个能力。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有爱能够去平衡这一切，有爱能够去实现你美好的憧憬，你的这个爱很可能是推动这一切你前进的动力。我看见这个爱啊，是你真正的去爱自己，你真正的愿意去迎接真实的自己，拥抱真实的自己。好，因为你们爱自己，你们不会去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因为你们爱自己，你们看见自己的价值，因为你们爱自己，你知道你其实是可以去承担一些责任，你是可以去做大事的人。你们这一组确实有那种，这种开拓者、开疆辟土的能量，或者是说照顾者的能量。有些人你们真的是在这个事业上风风火火。有些人我则是觉得你们的这个照顾者是来自于你把你的家庭守护好，你把你所爱的人守护好，去经营你的家庭，就是你的王国，你的王国就是你的家庭，是有这样子的能量。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下面这张牌是好，请听聆听哦。一对好朋友啊，其中一个人好像很难过很伤心，另外一个人在安慰他，然后他们桌上啊有超级好吃的点心，还有咖啡，可能他们正在喝下午茶。这张牌啊，我觉得很可能这个人哦会是你的灵魂伴侣，然后你们是互相滋养互相关爱的能量，或是有些朋友这张牌就真的是你生命中的好朋友。好，你生命中一个可以陪伴你、听你说说话的一个人，还有同时啊，这张牌有角色互换的能量，因为刚刚说过，你们也有照顾别人的能量哦。这张牌也代表，我觉得有人会来找你，他会把他的心里话跟你说。当他被倾听的时候，疗愈就开始了。就是当你愿意去听他说话的时候。这个人他其实某部分就被治愈了，所以这个是双向的。第一个是我觉得可能在前期啊，你们已经被宇宙的能量给治愈了，或者说你们已经被你们的灵魂伴侣这样子情绪安稳的一个伴侣的能量所治愈了。而接下来呢，你们会去成为倾听别人的人。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去往咨商或是助人的领域去走，或者是说好在生命中你去留心留意，去看见某一个人他今天的脸色表情不是很好，你就去递给他一杯咖啡或是一块小饼干等等的去安慰他。我觉得你们身上有这样子爱的能量。好，再来看到下一张牌哦。对，你们身上有爱的能量，你们最后会选择爱。可能你过去是在一个好像不见天日的一个黑洞中，或者是说你是在一个黑夜中行走，走了好久都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答案。可是我们前面不是有一张牌说爱可以克服一切，其实爱就是一切的答案哦。你看你们的出口是什么？你们通向光明的未来，通向光明的出口其实就是爱。第一个就是要善待自己，你能够善待自己之后，你就能够去改变一切。这个爱它是一把钥匙，所以首先就是看你要善待自己，然后我觉得你就会去看见你身边的人给你的爱，特别是刚刚说过这个灵魂伴侣给你的爱，你们会去接受，你们也会去付出。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要相信你们的未来会过得更加的幸福，更加的美好。
不要一直去往回头望那个苦痛、悲伤、难过的人生。你们的人生确实有机会去翻盘、去转换，一切就在于你的一念之间。好，接下来呢？这一张牌，我觉得这张牌很美。你看它的戴这个耳环是一个草莓的能量，红色的能量哦。你们说的话其实就是一种能量的邀请，你说的话就是对生命的邀请，是某一种形式将这些能量带入到你的世界中，所以你要仔细的选择你所说的话，你期待什么样子的世界显现在你的眼前，想要去显化什么样子的实相，就是要用你的语言去沟通，有意识的选择你用的字眼。你每一天是怎么形容你的？你觉得我好美丽，好漂亮，或者是说你觉得我今天又长了一颗痘痘，皮肤很暗沉，我今天是开心的，我对于未来是充满期待的，还是我好紧张，我做事一定会失败，我不会成功等等的。好，今天是一个有趣的一天，还是你觉得好无聊哦，好烦哦？注意你们所说的话，因为它一点一滴在变成你们的实相，而这一张牌充满了开心的能量。其实这个就是你们即将要显化的未来，非常的丰盛的喜悦，非常漂亮的姿态，充满了爱，充满了善意，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有趣好玩的事情，充满了一些开心的冒险的能量。好，这个就是第3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的能量有对应到大家哦。好，我是米娅，下支影片见咯，拜拜。